林小河看书看到半夜，差评还没来得及写，就被吸进了书里。等他回过神来，他已经不是林小河，而是福宝，一个能听见古董心声的小女孩。这一次，她要保护妈妈，教训坏人。故事从这里开始。小姐，请换上为您准备的礼服。太太希望您以最佳状态出席今晚的宴会。我不要。您是想吃点什么呢？还是玩点什么？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。我要妈咪。我叫福宝，我的妈咪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咪，一个人把我养大。3天前我能听见古董说话，帮妈咪赚了好多钱，然后我就被带到了这个大房子。他们说我是富家唯一的血脉，可没有妈咪在，福宝一点也不开心。啊？苏念，你磨洋工呢？今天你要不把这仓库清空，你还有这拖油瓶一起滚蛋！你这几个月的工资啊，就别想接了。坏人，不许你凶我妈妈！哎，福宝，小兔崽子，滚开！福宝。福宝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摔着？妈咪不哭，福宝帮你一起搬。好，那你慢着点儿。走吧。亮晶晶的那块石头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它是富家祖传鉴宝玉璧的碎片。富家血脉天生能与器物通灵，而它唤醒了我身体里沉睡的力量。老夫乃是清乾隆青花缠枝连文凭，没想到今日竟要被当成垃圾扔了。谁在说话？小丫头，小丫头，你听得到老夫说话？老夫在这躺了8年了，把我当赝品扔在仓库里，天天看他带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辣眼睛。妈妈，不要扔它好不好？福宝，这些都是老板不要的废品。不是的，他告诉我它很值钱的，值好多钱。反正都是老板不要的，留着也没关系吧。这些年我连个像样的玩具都没给他买过。那行，福宝，你要是喜欢就留着。叔叔，收花瓶吗？这是乾隆青花，体型完整，这品相起码20万往上啊！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，把这等宝贝当玩具拿出来卖。老子真是走大运了。小姑娘真可爱啊，叔叔一见你呀就觉得有眼缘。这花瓶啊，虽然是个仿的，但做工还可以，叔叔亏一点，3000块啊，收了，就当给你发压岁钱了。压岁钱？它至少值20万，少1分都不能卖。3000就想强买强卖，这老板不是欺负小孩吗？福宝，你怎么一个人到处乱跑呢？你就是这小孩家长吧？是，老板，是不是福宝给您添？ 20万，
说好了啊，让吧。什么？福宝，你告诉妈妈，你是怎么知道那个花瓶值20万的？你这孩子想象力真丰富。5岁的孩子哪懂古董呀？应该只是碰巧蒙对了。不过我的福宝运气真好，这欠下的房租总算能还上了。哎，你们这都是小打小闹，真正的大金主啊在那边。这笔法，这气韵，是典型的石溪风格。白大师，不愧是古玩界的老前辈，好眼力。这画是我家的传家宝，要不是急用钱，我也不会拿出来。50万，算你们捡漏了。不少，这画若是上了拍卖会，800万，最低起步，您稳赚不赔。按照行规，我只收取10%的长眼费。白大师长眼的我放心，50万，成交。不能买，它是假画。福宝，别胡闹！怎么会是他？他怎么会有孩子？难道是我认错了？你这家长是怎么管教孩子的？古玩鉴定是儿戏吗？让一个孩子在这胡说八道。福宝没有胡说，那幅画就是假的。福宝，你个小娃娃懂什么？字儿都还没认全呢，还想学大人鉴宝？白大师，让这孩子把话说完。小朋友，你能不能告诉叔叔，你为什么说这幅画是假的呢？本画是水墨轩上周刚出的高仿，机器打印底稿，学徒手描线条，手法精着呢。尤其是这个石溪印章，激光雕刻，不过印章里掺了铁粉，一验就露馅了。这幅画是上周在水墨轩做的，印章是激光刻的，但是印泥里加了铁粉。这孩子竟然连水墨轩都知道。胡说八道！老夫经营此道数10年，月宝无数。若他是赝品，老夫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爷爷，你若是不信，大可找一块磁铁试试呀。我这正好有个小瓷片。印泥掺铁粉，岂会瞒过老夫？行，我就让你们看看。这印泥里真有铁粉，这小孩怎么知道啊？没想到白大师长眼一辈子，人老了竟还不如个5岁娃娃。老夫没想到，一个妇道人家，居然是鉴宝的行家。不许你凶我妈妈！肯定是你妈妈发现这幅画有异样，故意交给你，让你过来砸我场子的。否则，一个5岁的小娃怎么能看出它是赝品？就是我自己看出来的，是你太笨了，才被假画骗了呢。小娃娃满口大话。行，既然你说你能见物识宝，那你看看这摊上还有哪些是好东西。要是看不出来，你妈妈和你必须当众给我道歉。好。看我干嘛？我就是个流水线产品，你老板买回来哄小三儿的。老子是树枝渡铜的，别拜我不灵。人家是玻璃啦，小恰铺马来品幸福，涂了真颜色就能当阿天鱼啦。救命！我快喘不过气了，
看什么看？我就是个民工仿品，仿的是明代宣德炉。这，我在他肚子里，我是块玉佩，宋代的。小丫头，你看见我了，救救我！我在暗无天日的香灰里躺了300年了，我是块宋代的绿水赤龙纹佩，值100多万呢。怎么样，找不出来了吧？小丫头片子，刚才不是挺能说吗？我是觉得他好可怜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没有人发现呢？这炉子是个彻头彻尾的赝品。你们看，这铜质，新铜做旧，酸咬痕迹明显。这纹饰仿的是明代的宣德炉，但线条僵硬，毫无神韵，也就值个300-500块钱，买回去当个摆件，熏熏香还行。要是当一个古董高价收回去，那可亏到姥姥家喽。过这对一个孩子来说，能挑出来这等货色，我能换好多钱，能让你妈妈买大房子，吃好吃的，再也不用受气。妈妈，我要这香炉。叔叔，这个多少钱呀？5000。5000？老板，你刚才没听见吗？这位大师说这炉子就值几百。话不能这么说，真品赝品不重要，关键是孩子喜欢。你千金难买心头好，是不是？福宝，童趣无价嘛。这样，看你孩子这么可爱，4800。这个香炉我买了。啊？这个香炉我买了。哦，富少，这香炉明显是个新铜，而且它的款式仿造的粗劣不堪，像这种东西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。说完了。富少该不会看上那女的了吧？买个破炉子讨好孩子呢？不可能，多少名门千金项链银都被拒了。这女的平平无奇，还带着孩子，怎么入得了富家的门？谢谢叔叔。叔叔，你蹲下来。妈妈说收到贵重礼物要表示感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看见这孩子，我心里就觉得暖洋洋的。不客气。不过，你能不能告诉叔叔，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个香炉呢？因为里面有个玉佩姐姐，她说她很孤独，在黑暗里待了好久。对了，我拿给你看。赤龙纹，水头十足，这是宋朝的绿水龙纹佩呀！这水头，这通透度，这是上等的极品翡翠呀！能让我看一下吗？这赤龙纹雕工细致，龙须细如发丝，这才是宋代雕刻的巅峰之作呀！这枚玉佩最少价值150万，也就是说，这孩子用5000块钱买到了100多万的极品翡翠，这可是捡的天漏啊！肯定是瞎蒙的，5岁孩子懂什么？运气好罢了。你别忘了，他刚才还见了一幅假画，一次是运气，2次是运气。我看这孩子就是天赋异禀。小朋友，你能告诉叔叔，你怎么知道这个香炉里面有玉佩呢？是玉佩姐姐自己告诉我的呀。她说她在黑暗暗的地方待了好久，想出来看看太阳。玉佩告诉他的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个绿石头和之前那个金石头好像啊，奇怪，那它为什么不说话呢？难道它也和金石头一样，能给福宝带来特殊的能力？叔叔，我用这个玉佩姐姐换你的绿石头戒指好不好？小朋友，这枚戒指只不过是普通的绿碧玺，相公尚可罢。你确定要用这枚价值150万的玉佩换我这枚戒指？我确定。果然是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。刚才估计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蒙对了2回，几百万换几万，
笑死人了！刚刚还说这孩子天赋异禀，看来也只是过家家胡闹啊。150万都够在市区买套房的了。这孩子眼光毒辣，直觉敏锐，这份鉴宝天赋竟比我年少时更出色。小朋友，玉佩我按市场原价收购，至于这枚戒指嘛，就当是叔叔送你的见面礼吧。这手串怎么看着那么眼熟？追上那个女的，快！苏念，死哪儿了？活没干完就往外跑？我们是出去扔垃圾了。小兔崽子！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敢动我女儿试试？我不干了，把你之前欠我的工资，一共1万2。苏念，跟我硬气起来了是吧？行啊，辞职是吗？钱嘛，没有，只有这些宝贝。你要的话，抵你工资。你无赖，这些都是你店里不要的废品。废品？你也只能拿这些废品。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个拖油瓶，你以为离开了我这儿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？你要，那就滚蛋！钱1分都别想要！哼！妈咪不哭，她说这一仓库的东西都是我们的，说不定里面还有很多好东西的。傻福宝，这些都是他不要的东西，怎么会有好东西舍得给我们呢？哎呦喂，压死我了！老夫可是唐马正儿八经的藩王墓藏区出土，当年在拍卖行身价80万，可如今破了相，连废品都不如了。妈妈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是半年前王老板准备卖的唐马，可惜破了，不然这马应该还是挺值钱的。福宝，妈妈去收拾东西，好不好？哟，还没捆，正好，帮我把这些搬到那边的货架上去。干完了，以前的工资我就考虑给你结一点。不必了，我们马上走。切，装什么清高？又来一批。都是同一条流水线上下来的兄弟啊，人家可是高清扫描打印的，成本80，转手就卖8万。这个怪老板，请他买多钱工资，还老拿好骗人。哎，老夫乃清乾隆套色鼻烟壶，竟与这般粗劣仿品混在一处，实在耻辱。落在识货之人之手，老夫的身价最起码值70万。干嘛？对不起，叔叔，刚才福宝不该顶撞你。福宝想帮叔叔搬东西，将功补过，可以吗？这小胳膊小腿的，搬得动吗？一边玩去。福宝可以的。
小兔崽子！小兔崽子，笨手笨脚的，这要是真骗，和你妈卖了都赔不起。就你我满纸高仿。我可是乾隆和田白玉雕符寿纹如意，若遇使者，价值将在80万以上。没想到竟沦落至此。对不起，叔叔，福宝不是故意的。福宝帮你把这个放到安全的地方吧。不对不起，福宝太笨了，福宝马上打扫干净。苏念，你看看你女儿干的好事。对不起啊，这所有的赔偿我来赔。这虽然是高仿，烟壶800。苏念，你看看你女儿干的好事。对不起啊，这所有的赔偿我来赔。这虽然是高仿，烟壶800，如意5000，一共加起来是5800，你赔得起吗？算了算了，给我弄干净，那就2清。啊，好。妈妈，我去扔垃圾啦。老夫感觉浑身舒畅，比摔碎之前还要精神。不过老待在这破袋子里也不是办法呀。正是，吾等既已完好，当寻一处妥合之所，实现自身价值。闷糟糟的说什么呢？小姑娘，你能找个识货的，帮我们卖个好价钱吗？可是该怎么找呀？这附近不是有古玩街吗？去逛逛。爷爷，你先看看。苏念，其实你长得真不错，就是整天灰头土脸的，可惜了呀。王老板，我很快就扫完了。你说你呀，这一个人又带着个拖油瓶，这些年过的什么日子嘛？这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要不跟了我，我每个月再加你3000工资，按时发。你给我放尊重点儿！他妈的，装什么清高？老子看上你，是你的福分。我要你擦点混蛋！你放开我！老子今天好好教导教导你，放开我！什么叫识时务？放开他！哎呀，没事了，不用怕。你还记得这个吗？放开他！哎呀，没事了，不用怕。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夫迟，请原谅我不辞而别。我一个孤女，无意间拿错了命运的剧本，闯进了你的世界。但这场梦是时候该醒了。不好意思，你认错人了，你放开我！对不起，这么多年让你吃了这么多苦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让你吃了这么多苦。
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原来这些年你一直没有忘记我。我想知道，当初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？当年你母亲为了家族企业联姻，我只能不辞而别。但是后来其实这些年，我跟孩子一直都很想你。福宝呢？来人，立刻给我封锁所有街道，给我调监控，无论如何要把孩子给我找到。我追了傅池这么多年，可他连正眼都不多瞧我一下。傅老夫人的寿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必须找一件足够分量又能投其所好的寿礼，说不定老太太一高兴，到时候就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把婚事给敲定了。就算傅池再不愿意，也得顾及他母亲的面。谢谢爷爷。好，去吧。哪儿来的小乞丐？走路不长眼吗？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这包可是限量款，现在被你弄脏了。福宝可以帮阿姨擦干净。别用你的脏手碰我的包，这种皮料沾了灰就毁了。不行，你必须得赔我。林小姐，您来了，小孩子无心之失，还请您……陈老，不是我不给您面子，我这包确实被毁了，而且谁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故意装上来想偷东西？今天他必须给我个说法。阿姨，你的包多少钱？福宝赔给你。赔？好啊，马上叫你家长来。我这包60万，少一分都不行。阿姨，你弄疼福宝了。哎，林小姐，意外碰撞各有过失，若您执意要追究，这清洁费用老朽代付便是。陈老，我想要的不是钱，我想要的就是个态度。我根本就不是限量版，我就是一个300块钱的 A 货。林微微居然敢讹人家小孩子60万，真不要脸！阿姨，你骗人，你的包是假货，它只值300块，所以福宝只赔你300块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小乞丐，懂不懂什么叫奢侈品？福宝没有说谎。住口！没教养的东西！我今天非得替你家长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住手！阿池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这个小孩刚刚冲撞了我，还弄脏我的包，我正准备跟他讲讲道理。福宝，有没有受伤？福宝没事。阿池，你跟这孩子认识？她是我女儿。爸爸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这些年你身边从来没有其他女人，怎么会突然有个这么大的女儿？啊！福宝，妈妈，他真的是我爸爸吗？是。爸爸。呵呵。福宝，以后这里就是你和妈妈的家了，走。念念，你先好好休息，什么都不要想，我忙完公司的事情就回来。
好，你去忙你的。带夫人去洗漱一下，准备好换洗的衣物和一些她需要的东西。好的，先生。小姐，请跟我来。福宝，爸爸要去公司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你自己乖乖的，知道吧？福宝，爸爸要去公司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你自己乖乖的，知道吧？好吗？爸爸你去忙吧。乖，爸爸去了。我们是富家的传家宝，名讳碧玉同心，只传给每一代富家当家主母。我们是富家的传家宝，名讳碧玉同心，只传给每一代富家当家主母，不但是身份的认可和象征，更是傅老夫人与傅老爷的定情信物。传家宝，定情信物吗？可惜啊，几年前一场意外，我妹妹摔断了，虽然可以用金镶玉指法勉强维系，但终究不复原来。如今只是我形单影只，价值上可过个100来万，可若我们姐妹双双完好，那便是上千万也难衡量。别动，快放下！这老头子，我又差点没护好他。老夫人又在难过了，每次看到妹妹的伤，她都会想起傅老爷子。奶奶，你别难过，玉镯姐姐说她知道你很想念爷爷。你说什么？这孩子的眉眼竟和阿赤小时候竟有7、8分相似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福宝，是爸爸带我回来的。爸爸？难道这是阿赤的孩子？这个不孝子，这些年我为他争落了多少名门闺秀，他连见都不肯见一面。原来是早就偷偷把孩子都生了。你爸爸是不是叫傅迟？爸爸去工作了，先让我和妈妈在家里玩一会儿。妈妈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我妈妈叫苏念，她是世界上最好、最漂亮的妈妈。苏念？难道是？应该不会这么巧吧？奶奶，这对玉镯对您是不是特别重要？是啊，这玉镯啊，叫碧玉同心，是傅家的传家宝。当年你爷爷就是用它给我求的婚。你爷爷说，玉如人心，成双成对，永结同心。可惜到我手里，把它摔坏了。当年我找遍了国内最顶尖的文物修复师，都说这翡翠太脆了，断口又刁钻，用这个金镶玉勉强维持外形，想要完好如初几乎不可能。奶奶，福宝可以修好它。好孩子，这可不是过家家，修复古董，尤其是翡翠玉器，需要特别专业的技术。
和手段。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心，而且你能看出这是重要的东西，奶奶已经很开心了。不愧是咱傅家的血脉。奶奶，福宝真的可以修好它。我傅家世代与古玩打交道，福宝这么小就对古董表现出兴趣，是好事。不如就找几件不值钱的仿品，让他练练手，顺便也能教他些基础的文物修复常识。好，奶奶相信福宝。福宝，等一会儿啊。玉镯，别难过，福宝帮你。好啦，玉镯姐姐，你妹妹现在和你一样漂亮啦。福宝啊，你看奶奶给你拿了什么东西过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竟然完好如初，毫无痕迹。这手感，这光泽，竟然像没有断一样。福宝啊，是你修好它的，就在这儿，就这几分钟的时间。福宝想把玉镯修好，这样奶奶就能开心啦。哎呀，奶奶的好孩子，奶奶现在呀就很开心。不光是因为玉镯，还因为我们福宝啊这份心和这么大的本事。奶奶，你拿这些东西来干什么呀？我原本还想着拿这些不值钱的仿品破损件给孩子当个入门玩具，教他点常识。现在看来，我这把老骨头还是没资格教他什么了。奶奶，这些东西不用修的，哦，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假的呀。福宝，你能看出来这些是仿品？这个花瓶画得笨笨的，他说真的老瓷器颜色应该更漂亮。这个索索他说自己是上周才出生的新索索，但是要假装自己很老。福宝描述的不就是花瓶的胎釉和画工吗？没想到这孩子不但懂得修复，还对进宝有极强的感知力，这简直是与生俱来的天赋。我傅家世代经营古玩，也从未出过如此灵慧的苗子，家族后继有人了呀。对了，老周今天正好在附近参加一场小型珍品交流会，带上福宝，应该让那些老家伙们知道我傅家出了个怎样的天才。福宝啊，奶奶问你，你可愿意陪奶奶见一个朋友吗？好呀，福宝最喜欢交朋友了。周老，好雅兴啊！傅老夫人，您这对碧玉同心镯，多年前不是不慎损了一只吗？我记得当时傅家遍请名家国手，都说无法修复，如今竟然是完好一对。看这水头，这光泽浑然一体，毫无滞色呀！周老好眼光，确实您说的没错。当年呢，各大名家国手确实束手无策。不过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这是我的孙女儿小福宝，就是这孩子给我修复好的。老姐姐，你我相识数十载，今天
你也会戏耍我老头子啦？这孩子才这么大，恐怕连古董也认识不了几个吧，更不要说修复古董这种合我精神烦难的问题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您这对镯子修复的真是鬼斧神工，不知您究竟请出了哪位不出山的高人？这手艺堪称国宝级呀！老夫真想拜会一番呐。不知您究竟请出了哪位不出山的高人？这手艺堪称国宝级呀！老夫真想拜会一番呐。周老，我可没开玩笑，修复这镯子呀，就是我的孙女福宝。这孩子呀，不仅有过人的修复天赋，还有与生俱来的鉴宝能力。这孩子会鉴宝？老姐姐，你可是越来越风趣了。这孩子会鉴宝？老姐姐，你可是越来越风趣了。小孩子，快告诉周爷爷，你平时都喜欢玩什么？是积木呢，还是娃娃？福宝喜欢看动画片。果然是个孩子，老姐姐，我知道您得了这么灵秀的孙女儿，心中欢喜。可修复鉴宝绝非儿戏，她才多大，你可不能效仿古时候的商仲永啊！周老，是真是假，一会儿自见分晓，咱们且看着。古玩界都转遍了，竟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傅老夫人的寿礼不能再拖了。听说这里偶尔会有不轻易示人的好东西。什么情况？那个小野种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还和傅老夫人很亲近的样子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这个来历不明的野种捷足先登。傅家未来女主人的位置，只能是我林微微的。傅夫人，周老，真巧，您二位也在这儿。是微微啊。周老也认识微微。傅夫人，周老，真巧，您二位也在这儿。是微微啊。周老也认识微微。林氏珠宝的千金，老夫当然认识了。你别看微微年轻，在珠宝鉴定和古董修复方面可是下了苦功啊，见解不俗啊。在年轻一辈里面，他可是非常稳重的孩子啊。微微这孩子确实优秀，我一直有意撮合他和阿池，只可惜呀。微微啊，这是我的孙女儿福宝。孙女，老太太居然这么快就认了这个野种。是福宝呀，真是可爱。好了，福宝，福宝啊，既然来了，就到处去看一看，看看有没有特别合眼缘的东西，不用怕，慢慢看。福
福宝喜欢的，娜娜都会给福宝买吗？当然啦。老姐姐，我知道你得了这么灵秀的孙女儿，心中欢喜，急于栽培。可凡事也得讲究个循序渐进呐。孩子才这么大，就让他学习鉴宝，爱之深，可也不能揠苗助长啊。孩子才这么大，就让他学习鉴宝，爱之深，可也不能揠苗助长啊。就是，这老太婆也真是老糊涂了。这野种叫了几声奶奶，就哄得她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，竟然让一个野孩子来练眼力。根据我的调查，苏念就是个出身低贱的孤儿，带着这个小野种四处漂泊。老太太尤其注重门第出身。苏念就是个出身低贱的孤儿，带着这个小野种四处漂泊。老太太尤其注重门第出身。等这小野种待会儿出尽洋相，我就把他和他妈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底细给抖出来，让老太太看看这对母女到底是什么货色，还想攀富家的高枝。做梦！傅夫人对福宝真是用心良苦，不过周老说的也有道理，孩子还小，鉴赏古玩需要醇厚的积淀，若是不小心看走眼了，倒也情有可原呢。你们不懂，有些天赋啊，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不讲常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小施主，你能否感知到老朽？你说话的声音怎么怪怪的呀？终究是个孩子，哪里懂什么鉴宝？吸引他的不过是这点像孩童喜欢的泥人偶罢了。终究是个孩子，哪里懂什么鉴宝？吸引他的不过是这点像孩童喜欢的泥人偶罢了。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野丫头，那么多珍贵的瓷器、玉器、字画不要，偏偏看中这么一个地摊货都不如的破泥人。老太太，这下你总该看清你这宝贝孙女的档次了吧？既然福宝这么喜欢，就让阿姨帮你看一看好不好？胎质疏松，确实是老土。这下你总该看清你这宝贝孙女的档次了吧？既然福宝这么喜欢，就让阿姨帮你看一看好不好？胎质疏松，确实是老土，表面彩绘剥落严重，残留的颜料色泽灰暗，符合民间窑口的作品。不过这线条生硬呆板，毫无灵动之气，应该只是普通民间学徒练手的作品。傅夫人，周老，依我看，这尊泥塑确实是件老东西，不过嘛，属于最末流的那一类民俗器物。
周老，依我看，这尊泥塑确实是件老东西，不过嘛，属于最末流的那一类民俗器物。标价3000，说实话有些虚高了，也就值个500块左右吧。微微这丫头啊，眼光还是那么稳，说的8九不离十。这件呢，就是一件民俗藏品，没什么收藏价值，可以给小孩当个玩物罢了。微微和周老说的确实都在点子上。这泥塑做工粗糙，的确价格有限。难道刚才在家里，福宝能辨别出那些是赝品，只是巧合？不过这话说回来，这福宝第一次来到这种场合，能够在这么多的物件中挑中一件老东西，哪怕它再不值钱，这感觉也比那些刚入门的强多了。是呀，至少没把新的当成老的，这就很不错了。孩子有兴趣是好事，慢慢来，不急。你一个小屁孩懂什么剑法？还是让本小姐露一手，让老太婆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家学渊源。说到鉴赏呢，我从刚一进场就对那边的秋山访友图颇为留意。傅夫人，周老，不如我们一同前去品鉴一番。好。这手感，画心与背指之间有着不自然的厚度差。果然，接缝处似乎有虫表的痕迹，手法非常老道，很可能就是爷爷提过的夹层画，也就是在原作上覆盖一层仿作，以掩人耳目。这幅画里极有可能藏着好东西。这卷本是老卷本，但这画工拘谨匠气，这印章和形态形散，这应该是个不太高明的清代仿品。周老好眼力，一眼就看出了这表面的破绽。您看，这里的墨染十分刻意，这里的线条绵软无力。不过嘛，您好，这幅画我要了，8000是吧？微微，你既然已经看出这幅画是仿品，为什么还要……周老夫人，不知您二位是否听说过，古玩行里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简陋情形，叫做夹层画，又名画中画。据说在特殊年代，一些藏家为了保护真迹，会在原作之上精心覆盖一层仿作，重新装裱，以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。这幅画表面破绽明显，但我刚刚仔细触摸检查时发现，画纸厚度不匀。我怀疑这下面有一幅被保护起来的真迹。8000块赌一个可能，我认为值得。夹层画，史料中倒是有记载，但多听于传闻，实物罕见呐。这纸张厚度确有蹊跷，不像寻常做旧。微微啊，你的观察力和见识出乎老夫的意料啊！若真如你所料，这下面另有乾坤，那今天你可是捡到大漏了。周老过奖了，我就是运气好，恰好留意到了这些细节，主要呀还得靠您和傅夫人把关。嘿嘿，这群蠢货们终于上钩了。
我就是为了拿捏买家的心理，故意做的烟雾弹。别着急，等他们把我请出去，我这一身金纺的皮，绝对把他们骗得团团转。什么夹层真迹，我们哥俩从里到外夹得整整齐齐。奶奶，这幅画也是假的。福宝，阿姨知道你年纪小，不太明白我们在做什么。但是古玩鉴赏是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，不是靠直觉就行的。阿姨也是跟着家里的长辈学了10几年，又查阅了很多资料，才敢做这样的判断的。可是阿姨，小孩子有好奇心是好事，但是也要虚心学习，多听多看，不要不懂装懂，知道吗？福宝，周爷爷知道你很聪明，但是这鉴赏古玩需要脚踏实地，不能因为1、2次的运气而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。你的年纪还小，路还长着呢，要沉下心来，慢慢学。福宝才没有说谎，这幅画就是在骗人。奶奶，福宝想要这个泥娃娃，泥娃娃可厉害了，有个老爷爷住在里边。福宝，你的意思是这幅画和这个泥娃娃一样，里边还藏着另外一个东西？奶奶，我们买下它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就买下它。哎呀，福宝可真是聪明呢，很会活学活用。刚刚听说了夹层画的说法，这就立刻举一反三，用到这尊泥俑上了。小孩子想引起大人注意，有样学样，倒也是常事。阿姨，泥娃娃里真的有个老爷爷。这泥俑内外一体，就是件普通民俗器物，怎么会有个老爷爷藏在里面呢？小孩的想象力就是丰富，能立刻关联到内有乾坤。小福宝的脑袋瓜真是转得够快的呀！但是小福宝，你不能因为好玩就说大话，这样习惯可不好啊。周爷爷，福宝没有说大话。小孩子嘛。周老，您看这幅画，该从哪里下手分离呢？看这笔意，这墨韵，倒有几分元代皇宫的疏朗气韵呐！微微，可了不得了！这夹层画，即便不是皇宫的真迹，极有可能是元清时期高手仿其神韵的珍品了。你这路剪得漂亮啊！傅夫人，微微今天能有所发现，全是托您的福。这幅画，微微就借花献佛，当做提前给您寿辰准备的一份薄礼，请您务必笑纳。不好，这幅画是假的，送给奶奶的礼物不可以是假的。这个小丫头，分明是看父老太婆偏袒她，就蹬鼻子上脸，故意跟我唱反调。福宝，阿姨知道你想引起关注，但这古玩鉴赏要讲证据，你不能因为自己喜欢那个泥娃娃，就胡乱说别人找到的东西是假的，知道吗？我可是经坊中的经坊，纸是老卷，墨是老墨，做工一流，连那个老头都打眼了。就凭这小屁孩一张嘴，谁会信呢？这家伙也太嚣张了，欺负小孩子不懂行。并非没有破绽，这幅模仿的是皇宫晚期的笔意，但笔力俗气，且与几款年份不符。没错，皇宫的年岁万里已衰，笔触不应该由此刻意的抖动。小丫头，你告诉奶奶，那幅假画的印泥就是最大的破绽。印泥颜色过于鲜艳浮凸，且无丝毫渗入绢丝的吃泥感，分明是新印不久。观其表工，虽仿旧式，但天地感的色泽过于统一，
无自然磨损渐变。真正的古画经过多次重裱，色泽一定会有差异。小丫头，大胆地告诉他们。奶奶，这个红点点就是证据。奶奶，这个红点点就是证据。这印章的颜色确实太跳了，像是刚印上去的一样，没有融进布里。还有这个布布，应该是旧旧的。印章鲜艳，装裱崭新，这确实是一幅精心制作的仿中仿啊！老夫鉴宝数十载，今日差点打了眼。可这孩子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些细节，即便是经营此道多年的老手，也需反复推敲才能发现。难道这世上真有生而知之的鉴宝奇才？福宝啊，你可真是奶奶的小福星。奶奶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什么家学渊源，什么10几年的苦功啊，都没有我们家福宝天赋好。这才是我们傅家的麒麟儿。不可能，他一个孩子懂什么鉴宝？这幅画的气韵、绢薄的质地，分明就是古物。可是这印泥鲜艳，周老，也许只是因为这幅画保存的特别好呢。这女的真是冥顽不灵。小丫头，你用指甲轻轻刮一下画心边缘，这种做旧的反铅一刮就现原形。反铅是什么呀？听我的，刮就是了。奶奶，这个画掉色了。这是什么？福宝，你再让你老头子看看这幅画的背面衬纸，新纸与老纸的纤维纹理，透光下的质感天差地别。周爷爷，看画的背面。万千新线，纸纤维一新，这确是一幅精心炮制的现代高法啊！只在夹层中引人上钩，后生可畏，老夫惭愧呀！还是福宝送给奶奶的礼物最好。天哪，这是尊金佛呀！这泥塑里怎么会藏着一尊工艺如此精巧的金佛呀？这是……让老夫看看。这是唐朝鼎盛时期皇家寺院琉璃释迦摩坐像啊！你们看，这开面的慈悲与大气，这仪式的流畅度，还有这露台的厚重感，尤其是这背光錾刻的纹饰和史料记载中的宫廷佛像完全吻合呀！哎呀，这尊佛像的文艺价值、历史价值、宗教价值，三者皆具巅峰啊！既保存着完整，实属罕见。要是上拍，哎呀，这价值不能用平常的100万、1000万来衡量啊，堪称国家级珍宝啊！奶奶，我想把它送给你，它会保佑奶奶的，让奶奶身体好好的，每天都开心。好孩子，真是奶奶的乖宝。奶奶这辈子收到过很多礼物，但这一件呀，是奶奶这辈子收到过最好的礼物。父宝，赤子孝心难能可贵呀！父老夫人，你有福，傅家有福啊！哎，福宝，你是怎么知道那个泥娃娃里边有这么一尊佛像的？餐厅里来来往往这么多丰富经验的鉴宝大师，专家都没看出这尊泥塑的蹊跷，甚至连周老都没有察觉。
福宝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是佛像爷爷自己告诉我的呀。傅夫人，这小孩子童言无忌，咱们大人听一听也就罢了，可千万不要当真呀。今天福宝看到我从画像里发现了夹层，觉得有趣，也要把这泥塑打开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这不过是小孩子的好奇心和模仿欲罢了。至于为什么真能砸出一副金像来，只能说我们福宝真的是小福星呢，运气好，总不能真的是因为听到佛像说话吧？福宝就是能听到佛像爷爷说话。童言无忌，老夫也是糊涂了，竟然会相信一个孩子能听到古董讲话。啊，微微说这话虽然有些直白，但也不无道理。但是福宝这孩子肯定有灵性。我倒觉得福宝啊，在鉴宝上的直觉和能力是老天爷赏的，有些天赋生而知之，不讲常理。是不是啊，小福宝？傅夫人呀，理解您爱孙心切，看到孩子有一点特别的表现，就认为他是独一无二的。可是把一时偶然的运气吹捧成天赋异禀，让孩子一直活在虚假的夸奖中，这恐怕对福宝以后的心性和成长有弊无利啊。福宝是我傅家的血脉，这么教育我老太婆自己心里有数，难不成在我傅家的家规家训之下，还能养出不成器的孩子？啊，不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敢质疑傅家的家训呢？阿池哥哥那么优秀，他的孩子肯定也是聪慧过人的。只不过俗话说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孩子的天赋秉性有一半来自父亲，可这另一半却是来自母亲啊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担心，毕竟福宝的母亲血脉和成长环境可能……福宝的母亲怎么了？傅夫人，你知道福宝的母亲是什么出身，又是怎么怀上阿池的孩子的吗？怎么会是他？当年为了让他知难而退，我可是费尽心机，如今又被阿池带了回来，想必是有蹊跷。就是这么一个有心机的女人，让阿池迟迟不肯把和你的婚事定下来。哼！傅夫人，您看我没说错吧？看她这做派，哪里像是正经人家出来的姑娘？难怪她当年会做出那种……把话说清楚。我就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，说苏小姐是孤儿出身，早年在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打工，说不定呀，早就存了攀高枝的心思。要不然以阿池的身份和眼光，怎么会跟他有孩子呀？要我说呀，阿池就是被故意设计了。如今他可不就如愿以偿，母凭子贵，登堂入室了吗？若真是如此，这女人心机何等深沉，先是算计阿池，生下福宝，如今还想借着孩子上位，踏入傅家大门，简直不知廉耻。还不止呢，我听说呀，他当时在古玩街那边打工，结果不清不楚跟老板搞到一起去了。什么？是呀，傅夫人，您想想，福宝现在年纪这么小，
俗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福宝这么小，天跟在这种母亲身边，耳濡目染，能学到什么好？是，像这种行为不检、心术不正的女人，不配做福宝的母亲。福宝今天在交流会上，张口就说能听到古董说话，不着边际的撒出这种谎，恐怕是平日里跟他母亲教子无方导致的。傅夫人，您别动气啊，我就是担心福宝，他这么灵秀的一个孩子，要是被带偏了，那可太可惜了。妈妈，这是奶奶，奶奶带福宝出去玩了。妈，傅夫人，谢谢您这么照顾福宝，我。傅夫人，苏念是吧？收起你那套楚楚可怜的小把戏。5年前，你是怎么处心积虑接近阿池，又是怎么算计怀生傅家的孩子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傅夫人，当年就是个意外。意外？你这点说辞骗我儿子可以，想骗我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像你这样心术不正，靠着孩子攀附豪门的女人，我见得多了。妄想嫁入我们傅家，门儿都没有。奶奶，你不许凶我妈妈。吴妈，快带小姐上楼休息。不要，我要妈咪。带她上去。妈妈，福宝，我要妈咪。来人，妈妈，放开我！把这个女人赶出去，永远不许踏入傅家大门一步。放开我！福宝，福宝！妈妈，妈咪，奶奶，你不要把妈妈赶走，福宝以后会听话的。来，傅宝乖，到奶奶这儿来。奶奶坏，奶奶把妈妈赶走了。福宝，你奶奶是为了你好，你们傅家3代单传，血脉珍贵。福宝你呢，又在古玩鉴赏上天赋异禀，简直呀是老天爷赐给奶奶的珍宝。你以后呀是要继承家业，光耀门楣的。可是你妈妈她出身低贱，品行不端，是不配做福宝母亲的。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，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，她才不是你说的那样。福宝，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，奶奶坏，阿姨也坏。傅夫人，您看小姐这小脾气，看来呀，平时跟着她母亲已经被影响得很深了。我是真担心，也是真心疼她呀。魏文说的对，傅家的未来不能毁在一个不择手段的女人手里。傅宝乖，听奶奶话，不闹了啊！你妈妈呀，她不适合留在我们傅家。为什么？傅宝，等你长大就明白了。奶奶呀，给你找一个更优秀、更好的新妈妈。是啊，福宝，以后阿姨会比你妈妈更疼你的。我不要新妈妈，我不要。傅夫人，不如先让吴妈带福宝去洗漱一下，今晚正好有个慈善晚宴，
收藏界的名流都会参加。我这正好有请柬，可以带福宝一起去，这样对孩子开阔眼界，陶冶性情也有好处。这个主意好，微微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福宝不去，福宝要在家等妈妈回来。乖，福宝不闹了啊，听微微阿姨的。五妈，带小姐上去准备一下。微微呀，你出身名门，温柔又识大体，又喜欢孩子，还能给福宝提供这么好的平台，比起那个苏宁，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过2天啊，我找阿池好好说道说道啊。这枚福寿棉场所是老太太去年春拍上以880万拍下的珍品，寓意吉祥。这是为您准备的附属卡，无限额。老夫人说您想要什么都可以买。那我要妈咪。这，小小姐，您看这锁多漂亮啊，寓意吉祥，戴上它福气满满。我不要。哎呀，小丫头片子，脾气还挺倔，不过哭有什么用？与其在这干等，不如自己出去找你妈妈。去找妈妈。就现在，拿上那张卡，溜！小小姐，你去哪儿？妈妈没有回来这里，妈妈，你去哪里了呀？苏苏，怎么办？我找不到妈妈了，我好想她呀。小丫头，你别哭，你妈妈肯定没事。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要赶走你妈妈吗？你妈妈出身普通，你奶奶又思想古板，注重门当户对，自然看不上你妈妈，觉得你妈妈配不上富家。可是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我教你，像你奶奶这种人呢，这辈子最爱的除了富家的脸面，就是那些老古董。反正你都溜到古玩街了，就进来逛逛。我帮你挑一个好东西，你带回去送给你奶奶。可是我已经送过奶奶礼物了呀。那不一样。行了，丫头，你就照我说的做，好好挑一份大礼带回去，跟你奶奶说这是你妈妈准备的，想给她老人家赔个不是，希望她老人家宽宏大量。好，福宝要找到最好的礼物，让奶奶宽宽亮亮。哇，这些石头里面好漂亮，红的、绿的，像彩虹糖。这个颜色是芭比公主最喜欢的颜色，奶奶一定也会喜欢的。小朋友，这叫菩提果，是一种文玩，外面看着都差不多，但是里呢，千变万化，能开出特别漂亮的东西。怎么样，小朋友？看你这么喜欢，叫你家里大人过来买一个玩玩。叔叔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不是无限黑卡吗？不是无限黑卡吗？难道这小孩穿着贵气，
气质干净，肯定是哪个超级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，趁着家里大人在附近谈生意，偷偷跑出来的。哎呦，小姐，您看您早说嘛！这卡当然能用，太能用了。粉色的给妈妈，蓝色的给爸爸，红色的给奶奶。我的小祖宗，那玩意儿好看是好看，可都是人工染色进去的，不值钱。这颗红色的石头有一种好熟悉的感觉呀，和之前那块金色的石头，还有爸爸戒指上的绿色石头好像啊。难道它也可以带给我神奇的能力？似乎有一股十分不得了的能量。哎呦，小姐挑好了，这个里面肯定能开出来好东西。咱开一个看看。我就要这个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叔叔。好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空心菩提果，还裹着个石头。奇了怪，我收菩提果这么多年，头回开出这种事儿来。叔叔，宝就要这个，刷卡。哎，好。到底是小孩子，啥都不懂，花几百块买个破石头当宝贝。金石头能让我听见索索说话，玉石头能让我修好东西，那这颗红石头能让我做什么呢？咦，福宝，你的身体里怎么突然多了一股很强大的能量波动啊？我的老天爷，福宝，你这是获得了超强的力量啊！真的吗？那福宝以后是不是可以保护妈妈，不让她受欺负了？你这孩子，理论上是没错，但现在先别想那么多，别忘了我们今天溜出来的目的，给你奶奶选一份大礼，缓和她和你妈妈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。快去前面原石滩看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不是玩具，是翡翠原石，贵得很。快回家找妈妈去。叔叔，福宝有钱。去，小朋友别捣乱，赶紧走。好啊，福宝，原来你在这儿。这个死小子，
一声不吭就从家里跑出来，害得老太太大发雷霆。整个傅家的人都被发动出来找他，真是我的天，真是异想天开。老太太不是坚信这小野种是什么剑谱天才吗？老太太不是坚信这小野种是什么剑宝天才吗？既然如此，趁着傅家人还没找过来，就给这小丫头一个机会，我要让老太太彻底明白，这小野种根本不配得到傅家的重视。福宝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呀？多危险呀！你奶奶都快急死了。福宝，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是想干什么呀？福宝，想买石头。啊，这位小姐，您是这孩子家长吧？啊，太好了，赶紧带孩子走吧，这不是孩子来玩的地方。哦，想买石头呀？可以呀，小孩子有想法是好事。那你有没有钱呢？奶奶，最大的绿绿给奶奶，这个给爸爸，这个给妈妈，我们一家人都有礼物了。好孩子。这些年，素念一个人带着福宝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却还是把福宝教得这么好。当妈做到这个份上，又怎么可能真的如微微说的那么不堪？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奶奶，不要讨厌妈妈了，好不好？福宝想要妈妈回家，想要爸爸妈妈、奶奶，还有福宝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。福宝想要一个完整的家。好，奶奶呀，都听福宝的。今天晚上去接你妈妈，把她接回家。耶，奶奶最好了。不对，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那块料子上裂纹很深，为什么这个死丫头过去摸了一下，裂纹就没了？这其中一定有古怪。凭什么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，不过走了几次狗屎运，就能让老太太这么宠爱，甚至连苏念那个贱人都因此能被接回来？这些年我在傅家伏低做小，难道还不如这对突然冒出来的母女？不，我绝不甘心就这么坐以待毙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老太太，这小丫头今天在赌石摊上可露了大脸，黄绿、冰洋绿、无瑕满绿，听说价值好几个亿。没想到我安排的人这么快就到了，这死丫头在赌石摊上出尽风头，现在在路上被有心之人劫财，也算正常吧。等会儿时机成熟，我就上前替老太太祷告。有了这份救命之恩，足以让老太太对我感恩戴德，而那死丫头就会变成一个差点害死奶奶的灾星。
动手！你们敢？就是现在！不许欺负我奶奶！哎呀！福宝的力气变得好大呀！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刚刚怎么回事？老大，这样的邪门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一个5岁的孩子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这一种身上一定藏着天大的秘密。没事儿，我的乖宝，你怎么敢冲上去？这多危险呀！吓死奶奶了！奶奶，福宝没事，福宝只想保护奶奶，坏人要欺负奶奶，福宝不同意。乖孩子，奶奶的乖福宝。算你们走运，咱们走。傅夫人，您没事吧？福宝，你也是的，怎么能就这样冲上去呢？多危险呀！这万一有个好歹，好歹是虚惊一场，福宝没事就好。是呀，没事就好。走。小野种，你身上到底有什么名堂？能修复玉石，还能爆发出那种力量？等我查清楚，我看老太太还会不会护着你这个怪胎。没想到老太婆不仅承认了苏念那个贱人，还公开认可了她儿媳的身份，办那么大阵仗的婚宴，甚至还要邀请他们去参加顶藏拍卖会。那可是古玩圈最顶尖的拍卖会，那对母女凭什么去？小姐，您吩咐调查的事情有头目了。说，傅家的那个孩子前后至少接触过3块奇特的石头，从那时候起，他便表现出出色的鉴宝能力以及修复古董的能力，甚至体能都得到了改善。小姐，根据我们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和奇人异闻的记录，这3块石头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天地石。天地石？根据古文中的记载，天地石应该有4块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还有第4块石头？那个死丫头并没有得到手。是的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后天的雅藏拍卖会上，其中有一件拍品的特征就与传说中的第4块天命石高度吻合。很好，既然老太婆要带他们去，那我自然也不能缺席了。通知下去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都要抢在那个小贱种之前，把第4块天地石夺到手。是，小姐。副总，这就是你家那位小神童。最近圈里可都在传，说傅家出了个5岁就能鉴宝断代的天才。金总过奖了，福宝，快叫人。姐姐好。听说这孩子前段时间还修复了傅老太太的传家玉镯。何止呢，这孩子还在交易会上从泥营里开出唐代金佛呢。前些天更是在赌石场连出4块绿。死丫头，你跟你妈就挺得意了。等会儿我拿到第4块奇石，
看你们还能笑多久。阿池，你来得好早啊！嫂子，你今天穿的这身倒挺像那么回事的。不过呀，这种场合规矩多，你可得把福宝看好了，小心孩子也惯了，冲撞了贵人，不劳你费心。拍卖会即将开始，请各位入座。爸爸，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？这叫拍卖会，但和普通的拍卖会不同，这些拍品都是卖家匿名提供，没有任何介绍资料，也没有起拍价。听不懂。听不懂没关系，福宝和妈妈只需要选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爸爸负责买单。贱人，你就笑了。第4款骑士里蕴藏着的能力，很快就会是我了。这颗石头在发光，可是它和之前的3块石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。福宝，你对他感兴趣？爸爸，那个石头怪怪的。是吗？看它的材质，它应该是属于黑曜石。黑曜石，可是它给福宝的感觉真的好奇怪呀，好像有什么危险。丫头，那是天地石中的最后一颗汇石。爸爸说那叫黑曜石。不管叫什么，这东西很危险。它和另外3颗汇聚灵气的天地石相反，汇聚了世间污浊之气。爸爸，我要那个手串。福宝，你喜欢黑曜石？不喜欢。索索说。索索，这是孩子自己幻想出来的朋友。好，既然福宝有这份孝心，那爸爸肯定支持。60万。这小野种整场拍卖会都没动，现在突然要拍这手串，一定不简单。70万。80万。200万。林小姐疯了吧？这手串市场价撑死10万。林小姐跟副总关系之前一直很好，难道是副总突然宣布婚讯，因爱生恨，跟副总杠上了？林小姐，一个拍给孩子玩的手串吧，没必要这么较真吧？拍卖场价高者得，副总不会不明白这个规矩吧？200万，还有人跟吗？爸爸，那个石头不可以给别人。放心。220万。300万。阿池，别跟了。既然是福宝想要，那我一定跟。400万。500万。我可以押上林氏珠宝所有的股份，这手串我要定了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爸爸，索索说这个东西我们不要了。福宝，500万第一次，500万第二次，让给林阿姨吧，她好像真的很想要。好，爸爸听你的。500万成交，恭喜林小姐！属于我的，终究是我的。快
快叫救护车！黑石头不见了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林薇薇在医院确诊了急性中风，虽然人抢救了过来，但半身瘫痪，语言功能也受损了。她还这么年轻，怎么会？不止如此，就连林氏珠宝一夜之间也爆出来了财务丑闻，股价崩盘，诸多合作商取消合约，就连他父亲今早也被带去调查了。这就像是所有霉运一下子集中爆发。妈咪，继续讲故事，福宝还想听。好。福宝，爸爸觉得你很有天赋，也很聪慧，但是爸爸以后不会再带你去参加拍卖会那种场合了。阿迟，我的想法和妈不一样，孩子就该有孩子的天真，不该为了培养所谓的天赋，就让他过早接触这么复杂的圈子。福宝，你只要幸福快乐的长大就好。福宝有爸爸妈妈，有奶奶在，就最开心了。福宝说的对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就是这全天下最幸福的事情。对福宝来说，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，就像做了一场神奇的梦。梦里好像什么都能做到，但梦醒了才知道，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那些特别的能力，而是会爱和真诚待人的心。